2013年9月3日，芬兰，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，气氛凝重得像赫尔辛基冬日的冰层。时任诺基亚 CEO 的史蒂芬·埃洛普 Stephen Elop 在宣布将公司手机业务出售给微软时，泪洒当场。他说了一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：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们输了。这句话像一句无比悲凉的墓志铭，刻在了一个时代的终点。那时的诺基亚不仅仅是一个手机品牌，它是一个帝国，一种信仰。它曾占据全球手机市场超过 40% 的份额。它的开机铃声是全世界最熟悉的旋律。它的手机是坚固耐用的代名词，能砸核桃，能挡子弹，是无数人心中不可战胜的巨人。然而，巨人倒下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从2007年苹果发布第一代 iPhone 到诺基亚卖身，仅仅6年时间，6年，一个帝国灰飞烟灭。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。这句话是真的吗？从表面看，诺基亚的工程师们依旧是世界上最顶尖的，他们兢兢业业，不断推出着抗衰的新手机。诺基亚的管理层依旧是商业精英，他们分析着财报，坚守着让公司走向辉煌的成功经验。他们没有像安然公司那样数据造假，也没有像雷曼兄弟那样疯狂赌博。他们不坏，他们只是在勤奋地、固执地重复着过去的自己。但悲剧的真相远比做错了更令人胆寒。诺基亚的失败不是因为某个坏人的阴谋，而是源于一种组织性的愚蠢，一种由昔日成功所滋养，由内部傲慢所固化，最终让整个组织丧失感知能力和纠错勇气的认知惯性。他们不是被 iPhone 打败的，他们是被自己那套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的完美逻辑给打败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全新视角探讨的核心：为什么在巨变的时代，那种看似无辜、勤奋，甚至充满善意的蠢，比明火执仗的坏更具毁灭性？诺基亚的悲剧是现代商业史上最深刻的预言。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定律：毁掉一个组织或个人的，往往不是未知的风险，而是已知的成功。昔日的成功会变成今日的枷锁，它会在你脑中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认知闭环，让你对所有与成功经验相悖的新信息都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甚至嗤之以鼻。这种由成功滋养出的认知惯性，就是组织性愚蠢的核心。它像一个温柔的杀手，让你在最舒服的姿态中慢慢走向死亡。一个坏的决策者，他可能会为了短期利益损害公司，但他的行为是有动机、可预测的。而一个陷入认知惯性的决策群体，他们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，他们在用最勤奋的姿态把组织推向悬崖。你无法指责他们坏，因为他们的动机无可挑剔，但你又无力回天，因为他们已经听不进任何杂音。这种认知惯性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会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毛孔，从战略到文化，从管理到执行，最终形成6张看似无形，却足以绞杀一切生机的巨网。第一张网，成功铸就的傲慢壁垒。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公司或个人？他们对自己的过去有多么自豪，就对眼前的变化有多么轻蔑。
这就是认知惯性的第一重表现，将昔日的成功内化为今日的傲慢，从而对外界关上了学习的大门。在 iPhone 诞生之初，诺基亚的高管们是怎么看的？他们在会议室里把玩着那台不能换电池、信号不稳，甚至一摔就碎的脆弱玩具，轻蔑地笑了。他们认为苹果根本不懂通信，一个做计算机的公司怎么可能颠覆手机行业？他们坚信用户需要的是更长的待机时间、更抗摔的机身和更稳定的信号，这是诺基亚过去10几年颠扑不破的成功信条。他们看不到用户真正需要的不再仅仅是一个通话工具，而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终端。他们被自己亲手建立的功能机帝国的城墙所困，把所有来自智能机世界的炮火都当成了无伤大雅的礼炮。这种傲慢源于一种深层次的认知闭环。当你取得巨大成功后，你会不自觉地神化自己的成功路径，并筛选那些能够印证你英明神武的信息，而排斥那些可能挑战你权威的声音。这座由成功铸就的壁垒，比任何失败带来的打击都更致命，因为它让你从内部丧失了进化的能力。第二张网，为你好编织的创新囚笼。如果说傲慢是拒绝外部信息，那么善意的控制则是扼杀内部创新的温柔屠刀。在一个庞大的组织里，最常见的愚蠢就是以对公司负责、控制风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为创新者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囚笼。事实上，诺基亚内部从不缺乏天才和远见。早在2004年，也就是 iPhone 诞生前3年，诺基亚的工程师们就已经研发出了一款拥有触摸大屏、支持互联网浏览，甚至可以下载应用的原型机。它几乎就是 iPhone 的雏形。这个项目最终的结局是什么？它被管理层否决了，理由听起来无比正确。第一，生产成本太高，会侵蚀我们现有手机的利润。第二，技术不够成熟，用户体验无法保证，会损害诺基亚稳定可靠的品牌声誉。第三，市场前景不明，消费者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四不像的东西，需要更详尽的市场调研。看，每一个理由都充满了为公司好的善意，都体现了成熟企业的稳健作风。但正是这种不犯错的善意，这种追求100%确定性的负责，扼杀了企业唯一的生机。他们用保护现有利益的短视，埋葬了通往未来的桥梁。这种善意的愚蠢，在于它混淆了管理与创新的边界。管理追求的是秩序和可预测性，而创新天然伴随着混乱和不确定性。当一个组织用管理存量的思维去对待探索增量的团队时，他就已经亲手掐死了自己的未来。最致命的风险控制，就是控制住了所有冒险的可能。第三张网， KPI 驱动的集体短视。当一个组织大到一定程度，个体的智慧是如何被群体的愚蠢所取代的？答案往往是 KPI， 关键绩效指标。在诺基亚帝国的后期，整个公司都陷入了一种 KPI 崇拜。管理层的奖金与手机的出货量和利润率严格挂钩，这导致了一种可怕的集体短视。没有人真正关心3年后的市场会怎样，所有人都在为下个季度的财报而战。在这种氛围下，谁会支持那个需要大量投入、短期内看不到回报，甚至可能影响当前利润的触屏手机项目呢？答案是没有人。
支持它，意味着自己的 KPI 会变得难看，奖金会减少。于是，在无数次的会议和决策中，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断地优化现有的功能机，推出换壳版本，用最少的投入榨取最后一滴利润。这就是群体极化的现代版本。它不再需要一个煽动性的口号，只需要一个设计适当的 KPI， 就能让所有聪明人心照不宣地朝着同一个错误的方向狂奔。每个人都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理性选择，而这些理性选择的集合，最终导致了整个组织最非理性的毁灭。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里说，群体会让人失去理智，而在现代企业中， KPI 有时会让群体失去远见。大家都在低头拉车，却没有人抬头看路，最终车子掉下了悬崖。当所有人都盯着仪表盘开车时，没人会注意前方的悬崖。第4章网沉没成本构筑的转身壁垒。为什么一个明显错误的决定却很难被叫停？因为沉没成本，那些已经付出且无法收回的投入，像一个怨灵，牢牢地拖住了决策者的脚步。诺基亚的塞班 Symbian 操作系统就是这样一个怨灵。塞班曾是诺基亚帝国的基石，公司为此投入了数万名工程师，建立了庞大的生态。当谷歌的安卓 Android 系统横空出世，以其开放、免费的姿态迅速崛起时，诺基亚内部不是没有过拥抱安卓的声音，但这个选项很快就被否决了。因为选择安卓意味着要承认过去10几年在塞班上的巨大投入打了水漂，意味着要裁掉庞大的塞班工程师团队，意味着要向一个昔日的小弟谷歌低头。这种承认失败的痛苦远远大于坚持错误带来的虚假安全感。于是他们选择了最愚蠢的第3条路，继续在塞班这个老旧的平台上修修补补，试图追赶安卓的脚步。这就像试图把一辆马车改装成一辆 F1 赛车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他们不仅没有追上，反而因为不断的投入，让沉没成本的雪球越滚越大，直到大到无法转身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安卓和 iOS 瓜分世界。坏人会及时止损，因为他们只看重未来的利益，而陷入认知惯性的蠢人却会为了证明过去的自己没有错，而不惜押上全部的未来。为了不承认过去的损失，他们输掉了整个未来。第5章网企业文化编织的沉默螺旋。在诺基亚帝国的晚期，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愚蠢在蔓延，那就是一种报喜不报忧的企业文化。中层管理者为了不得罪上级，也为了让自己的部门看起来一切顺利，会不自觉地过滤掉坏消息，只向上汇报那些好消息和阶段性成果。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沉默的螺旋。当你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少数派或不受欢迎的，你会倾向于保持沉默，而你的沉默又会让其他和你持相同观点的人也觉得自己是孤独的，于是他们也选择沉默。最终，那些真正刺耳的却至关重要的真相，就在一片形势大好的和谐氛围中被彻底淹没了。据说，在诺基亚的决策会议上，很少有人敢于直接挑战 CEO 的权威，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业务线面临巨大威胁。大家都在用漂亮的 PPT 和乐观的数据
共同编织着一个帝国依然稳固的幻梦。他们不是在欺骗，他们只是在迎合这种以和谐、忠诚为名的文化，其杀伤力远超几个坏人的阳奉阴违。它让整个组织的神经末梢集体坏死，最高决策者成了聋子和瞎子，听不到市场的哭喊，也看不到对手的刀锋，直到最后一刻，才发现自己早已裸奔。当沉默成为一种文化，说真话就成了一种背叛。第6章网路径依赖导致的历史免疫。商业史上从来不缺被颠覆者的故事，柯达被数码相机颠覆，雅虎被谷歌颠覆，等等。为什么诺基亚没有从这些前辈的悲剧中学到任何东西？因为他们陷入了最顽固的一种愚蠢——路径依赖。他们坚信诺基亚不一样，柯达是卖胶卷的，我们是高科技公司，雅虎是做门户的，我们有硬件护城河。他们总能找到10000个理由来证明历史的规律在自己身上会失效。这种对历史教训的免疫力源于对自身成功路径的过度迷信。他们认为，既然这条路让我们走上了巅峰，那么只要沿着这条路继续走，就一定能走向下一个巅峰。他们忘记了，时代的河流是会转弯的。你过去赖以生存的船，在新的航道里，可能恰恰是让你触礁的负担。桑塔亚纳说，那些不能铭记过去的人，注定要重蹈覆辙。对于一个组织而言，不能铭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失败，更是别人的失败。当你开始觉得我们不一样的时候，你离重蹈覆辙也就不远了。他们研究了所有沉船的残骸，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船永不沉没。诺基亚的故事讲完了，但它映照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 CEO。 我们也曾有过高光时刻，也总结过自己的成功经验，也建立过一套让自己感到舒适和安全的心智模式。今天这期节目的真正目的，不是为了嘲笑一个倒下的巨人，而是为了让我们警醒，那个曾让你成功的自己，可能正在成为你前进路上最大的敌人。那个在你尝试新领域时，在你耳边说这不适合你，还是做你擅长的吧的声音。那个在你听到不同意见时，第一反应是他不懂，我才是对的念头。那个在你犯了错时，想着已经投入这么多了，再坚持一下吧的犹豫。这才是比身边的蠢人、职场的坏人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我们自身的认知惯性。拥抱后果就是打破认知惯性的第一步，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去承认自己的无知和过失。正如苏格拉底所说，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。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里，这句话不再是哲学家的谦词，而是每一个现代人生存的必需品。做自己人生的首席变革官，这很难，但很酷。